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突破长江天堑的江河进攻战并不常见，其中较出名的有赤壁大战、西晋灭吴之战等等。其实，在两晋南北朝当中也发生了一场终极南北大战，那就是淝水之战。但不同的是，西晋灭吴时，东吴处于历史上较为衰弱的时期，但淝水大战之时，东晋却处于整个王朝最强大的时期。或许就有小伙伴觉得奇怪了，东晋不是数得上较烂的朝代吗？怎么它还强大上了呢？今天我们就用一期视频来看懂从头烂到尾的东晋为何在此时突然间雄起了，也看明白王虞桓谢四大门阀中最后一个陈君谢氏是怎么崛起的。从公元370年开始，有赖于苻坚、王猛这对君臣对前秦的全面改革，前秦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开启了一系列的征服之战，先后灭燕、灭仇池、灭乞伏鲜卑。尤其是公元376年，苻坚几乎是无缝衔接地发动了灭梁、灭代两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这两场大规模、干净利索的灭国之战，使得苻坚和前秦的声势都达到了历史的顶点。而我们的苻坚天王则继续保持着厚道的品格，在灭代结束之后，立即给各级将士升职加薪，受功赏爵。他不无激动地说：“梁国张天锡凭借河西天险，妄图割据100年，所投鲜卑，世居朔北，东西招引其他胡人，威胁中原，更是可恶。好在大秦王师自有天命，前后不到1年就平定二寇，俘获上百万，辟土9000里，宾服了当年三皇五帝未曾宾服的，到达了当初周秦汉未曾达到的，可谓是大秦极盛。现在我宣布，有关部门立即兑现对各级将士的奖赏工作，所有出征的军士赐爵3级，另外在5年内免除所有的徭役赋税，前秦国运如日中天。”这是苻坚和前秦国民当中的共识，也是那些自古以来都视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其他诸国的共识。因此，当前秦达到历史的极盛期之后，他们也按照自古以来的惯例，不远千里派遣使者到长安，表达对大秦的尊重。公元377年一开春，东北方向的高句丽、新罗等国，东南方向的各兄弟民族分别遣使来前秦朝贡，聆听大秦天王的教诲。而在西域方面，前秦更是威名赫赫。西域诸部仅见于史料记载的大规模的朝贡，就有公元378年、381年、383年3次，其中又以381年那次规模最大。而西域更西的大渊、康居、于田和天竺62国等政权，也都争相向前秦派遣使者，建立友好关系。到此为止，整个中国北方全部都统一于前秦帝国之下。前秦的版图东到大海，西到龟兹，南并襄阳，北过沙漠。可以说，在灭国大战的接连胜利之下，在万邦来贺的热烈氛围之下，一个蓬勃昂扬的伟大帝国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而在这样令人上头的气氛当中，苻坚也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1500年之后，比西域还遥远的欧罗巴大陆上，一个叫做黑格尔的和另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提出了异化的概念。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并非人统治资本，而是资本统治了人。人为了获得资本会变得无所不用其极，变成一个贪婪的怪兽。但事实上，人的异化并非只出现在资本领域，而是会被各种眼花缭乱的欲望给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权力对人的异化。面对万国来朝的假象，苻坚逐渐喜欢上了一个令人感觉不妙的东西。曾经为后赵石虎效力过的一个建筑师，向苻坚描述了当年截胡做皇帝时候的乐趣。他们有辉煌的宫室、精巧的器物、珍贵的古玩、轻盈的华服、铺金的装饰、盖银的物饰。听着这个建筑师的描述，苻坚好像亲眼目睹了那场豪华盛大的景象，这让他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向往。随后，苻坚命此人为将作长史，开始像当年石虎那样大规模的为自己修整舟船、兵器，用金银装饰精巧至极。20年前，公元358年，那一年的前秦还是龟缩在关中一隅的弱小政权。那一年面对天灾，20岁的苻坚果断下令后宫和官员一律开销减半，省出钱来赈灾。当渡过难关之后，他又特意下诏严打奢靡之风，杜绝奢侈浪费和铺张排场。可到了39岁这一年，苻坚心里想的却是像当年石虎一样，开始享受其鼎称玉石、极尽奢华的快乐。面对前秦天王的堕落，有的人痛心疾首，有的人幸灾乐祸。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非常兴奋地对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国的法律制度日益荒废，如今秦王又开始奢侈享乐，大兴土木。依我看，秦国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父王可以开始结交永节之人，准备复兴大燕了。”慕容垂内心何尝不做如此想法呢？只不过寄人篱下的他，还是保持着政治家应有的谨慎。
面对跃跃欲试的晚辈，慕容垂只是笑了笑，说道：“天下之事，哪是你们后生能预料的？1年灭2国，5年灭7国这种事儿，对于苻坚来说或许是稀松平常的，但对于东晋朝廷来说就非常难受了。随着大司马桓温的去世，东晋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与转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桓氏家族与谢氏家族达成了妥协和联合。现在我们可以讲一讲东晋王虞桓谢4大门阀的最后一个谢家了。谢安公元320年出身，其父谢剖官至太常，是我晋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作为封建时代的才子佳人，谢安身上自小就有那些我们常人见不到的品质，什么被名人欣赏啦，被长辈预判将来大有作为啦，惊掉各路士人的下巴啦，这些我们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但是在这些传说里面，还有一则充满了胡编乱造意味的传奇故事，小杜觉得有必要向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则故事说，谢安在少年时名声就很响亮，就连远在北方的胡人都听说过他的美誉。其中有一个鲜卑人叫做慕容垂的，还曾经千里迢迢的派人给谢安送了一对白狼帽。所谓白狼帽，就是用白狼的毛做成的饰品，一般挂在长矛上作为装饰。而此时谢安只有13岁，而慕容垂才7岁。本来吧，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言假，但考虑到谢安13岁时是公元333年，彼时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伟和大晋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慕容伟正为了燕王的爵位频繁派遣使者出使江南。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发生过慕容家给谢安送礼的事情，所以咱们也就权且听一听了。话说回来，稍稍长大的谢安并不像其他一般的门阀一样孜孜渴求于功名利禄。当朝廷按照给各级二代铺路的基本操作征召谢安进司徒府担任佐助作郎的时候，谢安却以病为由一口回绝了。甚至再往后，谢安干脆直接玩起了隐居，在会稽郡的东山里与写书法的王羲之、写诗文的许询、高僧之顿等名士日日悠游慢速，过着打猎捕鱼、吟诗作文、饮酒听曲的神仙生活，而对以政治生活为核心的世俗生活表现得漠不关心。其实在六朝时代，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背后，文化和文明生活确实是不得不提的内容之一。例如谢安、王羲之在3月初3上巳节相聚饮酒赋诗，从而促使王羲之创作的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正是发生在谢安游山玩水的那段时光里。话说回来，除了不愿参与政治之外，谢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风度。这种风度体现在权倾朝野的中书监、扬州刺史于冰征召他，谢安3番5次的不想去，表示我也实在不是谦虚，还是另请高明吧。最终虽然勉为其难的干了1个月之后，但结局依然是裸辞跑路，也表现在跟好哥们一起泛舟大海的时候，突然风暴，众人都十分的惊恐，谢安却迎着大风高声歌唱，行船继续向大海深处进发。等到大浪滔天，好几次都要把船掀翻，众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谢安这才缓缓地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回去吧。还表现在谢安虽然纵情于山水，但并不是不理会人间的美好，而是自然世俗两手抓。他每次游玩的时候都要带着婀娜曼妙的歌舞团同行，这种前呼后拥、呼啦呼啦上百人的美女团队确实让谢安赚足了眼球，而我们也就只能咬牙切齿地说，坏了，真的让他装到了。当然，谢安的风度还表现在我们之前说过的，当桓温晚年向朝廷施压，在新廷外陈兵问罪的时候，所有参会的官员都忧心忡忡，只有谢安该吃吃该喝喝，甚至还出言调侃桓温。也正是这种出奇的风度翩翩，使得谢安的名声一路高涨，以至于出现了一句颇具两晋特色的评语，叫做安时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意思是谢安不肯出山做官，怎么对得起天下苍生呢？虽然这句话夸张的有些过分，但是纵观谢安平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不肯出山确实不像殷浩他们那样沽名钓誉，只是慵懒散漫，不愿操劳而已。毕竟作为顶级大地主、大门阀、大名士，逍遥散漫的过完自己的一生，不是很爽吗？不过谢安想要永远保持这种奢侈的悠游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家族正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下被慢慢淘汰出局。公元359年，桓温组织2次北伐，其中谢家的谢万被安排配合桓温主力作战。桓温平生的斗争最讲究策略，突出的一招就是给人安排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对方能够很好的完成，那此人算得上是在客观上给桓温创造了功业；如果对方完不成，那桓温就会狠心处理，剥夺此人的权利和官职，令他出局。果然
谢万没出意外的确实捅了娄子，北伐一战狼狈溃败，谢万被废为庶人，剥夺官职和军权，也弄丢了谢家一直以来的大本营豫州。整个谢家基本就要因为这场权力斗争的失败而彻底出局。有的时候人比形势强，而更多的时候形势比人强。此时此刻，就算谢安多么的想要欢愉度日，也都不可能实现了。最终经过认真思考，谢安决定出山。事实上，谢安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布局好的。他出山的第一站就是给桓温当参军，而这一步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希望自己躬身入局，减轻桓温对谢家的压力和敌对，从而使得谢家度过谢万被废之后的危险时刻。当然，谢安确实不负众望，有效地调和了谢家与桓家的关系。不久之后，被废的谢万郁郁而终。谢安借着为谢万治丧的契机，离开了桓温，并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二站，去了中央，担任吏部尚书、中护军。在中央任职的这段时间里，谢安的主要使命就两条：一是为谢家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二是联合其他世家大族，约束桓家越来越不可控制的势力。其实，即便是谢安这种拯救东晋的英雄，他在仕途上的每一步也都是为了家族利益而奔走，这便是那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真实写照。好在面对如日中天的前秦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桓家的桓冲和谢家的谢安还是有大局观念的。在前秦一路高歌的吞并北方的时候，在江南，谢安正开启他政治生涯的第三站。桓温虽然去世了，但整个东晋的大权还都在桓家手中。面对这种情况，谢安展开了与桓家的第一轮谈判，或者说博弈。在整个东晋的军事版图上，长江沿线有5个重镇，从上到下分别是荆州、江州、豫州、扬州、徐州。而桓温生前已经解锁了这5个重镇的全部军事指挥权，等于说整个东晋的国防命脉全都在桓家手里捏着。而在这其中，徐州和扬州是距离首都最近的藩镇，也是对中央朝廷威胁最大的地方。为此，谢安小心翼翼地提出，愿意用南方的胶州和广州来换桓家手里的徐州。如果按照一般的军阀思路，徐州这种能直接拿捏中央朝廷的地方，必然不能交出去。但眼前主持桓家工作的桓冲，确实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他不仅爽快地接受了这则任命，完全服从了以谢安为代表的中央朝廷的安排，甚至还更进一步，将当初桓温已经截取到手的死刑复核权又交还给了中央朝廷。这便是谢安政治生涯路上的第三站，即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团结、斗争，将自己家族打造成当年王、于、桓一样的第一流文法。到了公元377年，桓家镇守荆州的桓霍去世，谢安眼疾手快，再次借机压迫桓冲，以中央政府的命令调动桓冲转镇守豫州。而桓冲眼见家族内的数得上的老牌人物一一凋零，不得不痛下决心，必须在中央朝廷和荆州大本营中放弃一个。最终，在全面的权衡利弊之后，桓冲让出了中下游藩镇的镇守权，离开了建康这个是非中心，回到了桓家的发家地荆州。就这样，在短短的4年的时间里，谢安拉一派打一派，最终为自己家族截取到了安身立命的扬州、徐州、兖州，并且将当年咄咄逼人的桓家再次逼退回长江的上游，基本恢复到了桓温崛起前的格局，也就是东晋军事力量在上下游之间的均衡。如果说谢安的行为仅仅是争权夺利，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另外一个内斗高手，并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事实上，真正让谢安名垂青史的是他在全面掌握东晋大权之后做出的种种改革，比如组建北府军。50年前，东晋刚刚建立的时候，有权有势的豪门大族和世家门阀早就通过各种手段逃亡到了江南，并且早早地霸占了各种官职和各地田宅。他们像当初在江北一样，继续过着尊贵优渥的生活。而那些门第不是很高的中小氏族和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非常可怜了。他们知道大厦将倾的前一刻，才匆忙间抛弃生活了数百年的家乡，向江南逃命。可是当他们走上逃亡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的艰难。在他们身后是被异族占领的家园和残忍的胡人，而在前方是一条横亘在天地之间的长江，和一群不愿意接纳他们、害怕他们来抢夺利益的高高在上的氏族老爷们。在前后都无望的境地之下，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干脆直接在淮河流域扎根了下来。他们在大大小小的流民帅的带领之下，直面那些胡人大军，成为了被抛弃在敌后的游击队，与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又旷日持久的战争。
但对于东晋朝廷来说，这种安排却是意外完美的。一方面，流民不在南下，也就没有了来抢夺利益的危险；另一方面，流民们在江淮地区抵抗胡人，又天然的给东晋朝廷增加了一道屏障。东晋当然对这种现状沾沾自喜，他们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把流民军视作是一股可以随意拿捏的草寇，需要的时候居高临下的招呼他们当炮灰，不需要的时候则是露出凶狠的獠牙，把他们当作该剿灭的贼人。但我们知道，公元327年，当流民们被当时的执政大臣余亮逼到角落里的时候，他们忍无可忍，振臂一呼，发动了一场名叫苏峻之乱的暴乱，几乎将整个东晋掀翻在地。到那时候，东晋朝廷才恍然大悟，原来泥腿子只是厚道，并不是好欺负。随后，在既是流民帅又是世家大族的西涧的主持之下，流民军和东晋朝廷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也就是流民军虽然被严格的限制在江淮地区，但东晋朝廷仍旧视这些人为国家力量，按照正常的军队那样给钱、给物、给编制。而西涧本人为了更好的团结联系各方面的力量，也离开了东晋中央，将自己的指挥所迁移到了京口附近。这便是流民军向北府兵转变的关键一步。西涧领导的这支在建康以北的部队，则被当时的人称为北府军。事实上，北府兵在东晋后期能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原因是自西涧时代起，西家和朝廷有关部门的长期经营，而后世猛将谢玄并不能在短期内立即组建成一支足以左右南北关系的军队。简单来说，谢玄的北府军是站在西涧流民军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西涧去世之后，北府兵依然作为东晋常规战斗力量而存在，只不过会随着北方胡人政权的崛起和衰落，以及江东朝廷政策的调整而相应的强大或弱小。时间来到前秦崛起的时代，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压力，主政的谢安很自然地将目光放到了北府军身上。公元379年8月，东晋朝廷发布求贤令，征召文臣武将镇御北方，而谢安侄子谢玄也就是在此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实早在桓温时期，他就注意到了这群在江北的剽悍力量。桓温曾经表示说，京口有两个东西让人欲罢不能，一是京口的酒好喝，二是京口的兵好用。事实上，由于北府军的主要成分是流民阶级，是整个社会中斗争意识最为强烈的阶层，再加上50年来流民们始终身处与胡人对峙的第一线，50年来他们曾无数次的发兵对抗过匈奴人、羯胡人、鲜卑人，所以北府军的军事力量始终是整个时代比较突出的一支。东晋太元2年10月，东晋朝廷拜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兼江北驻军事时，开始组建北府兵。谢玄重建北府兵之后，第一战就打出了国威军威，但这场战斗我们要在下一集才介绍。在本期，我们只需要知道谢玄这次招募来的武勇之辈，诸如刘牢之、孙吴忠等人，都是未来那个彻底灭亡东晋的刘裕的老领导。100多年前，西晋咸宁5年，晋武帝武道俱进，只用了4个多月就灭亡东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2次大一统。对于苻坚来说，晋武帝灭吴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突破长江天堑的江河进攻战，苻坚就算想玩点新花样，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案例，因此他便决心完全按照晋武帝的模式，开启了首先夺取长江中游重镇襄阳战役。苻坚倘若能够夺取襄阳，一是可以直接解除东晋对黄河、洛阳乃至关中地区的威胁，二是可以直接腰斩东晋，顺江而下，直逼建康，至少也能在此处牵制东晋荆州军镇的兵力，大大减少未来出兵淮南区域的压力。基于以上考量，公元378年春天，苻坚任命自己的庶长子苻丕为征南大将军，总兵17万有余，发动了旨在斩断东晋长江防御的夺襄阳之战。苻丕受命之后，兵分4路，第一路由自己亲统五位将军苟长、尚书慕容伟等主力7万直扑襄阳；第二路以征虏将军石越率精骑1万做东路军，兵出鲁阳关；第三路是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长统步骑兵5万，兵出南乡；第四路是领军将军苟持、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领众4万，兵出武当。4路大军攻击前进，相约会师于汉水北岸，到时再合击襄阳。东晋方面镇守襄阳的是朱旭，朱旭世家将门，朱旭本人也是历任史持节、兼免中军事、南中郎将、凉州刺史，称得上是通晓军事，能手善战。当前秦大军气势汹汹的来攻击的时候，朱旭刚刚出镇襄阳还不到1年，而且手中的兵力不足2万。面对双方兵力上的悬殊，朱旭自知无力沿线布防，于是他决定玩个小策略，收缴全部船只集中于襄阳城内，
企图依靠汉水做屏障，迫使秦军知难而退。没曾想前秦的第2路军主帅石越彪悍绝伦，富于智计。他抓住朱旭未能在江北布防的时机，挑选出精骑5000，强渡汉水，直扑襄阳城下，打了朱旭一个措手不及。朱旭此时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这次前秦的进攻并不像以往那样浅尝辄止，而是像那些灭国大战一样势在必得。只不过眼前他也没了办法，只能够退守中城，苦守救援。朱旭的失误使得石越顺利地攻破襄阳外城，并利用缴获来的船只100余艘，帮助秦军主力全数渡过汉水。不久之后，慕容垂也攻克了南阳，率领方面军与伏丕的主力会师。至此，秦军军威更盛，彻底包围了襄阳。东晋方面，谁也没曾想前秦的动作会如此之快，攻势会如此之猛。即便是都督冀州诸军事的桓冲，也摸不清前秦方面的意图，一时间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襄阳在前秦的重兵包围之下，成了一座孤城。不过，虽然襄阳已经被围了好几层，但襄阳作为自古以来的重要关隘，其本身的城防布局还是能够困顿于前秦大军的。具体来说，襄阳城有2重，东北面背靠汉水，城墙就是大坝，所以伏丕想要进攻，也只能从其他几面展开。虽然外城已经攻克了，但襄阳中城无论是地基还是城墙都是又高又坚，外城和中城之间又筑有许多铺寨，可以用来逐次阻击敌人。简单理解就是前秦军队在襄阳内外城之间打巷战了。所以就算前秦方面有17万大军，但到了逼仄窄小的城墙之下，每次最多也就只能投入数千兵力，再加上城中东晋军民同仇敌忾，朱旭的防守又颇为得宜，这就使得伏丕虽然在日夜猛攻，但却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甚至在朱旭时刻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战略之下，前秦大军竟然被襄阳城中的组织小股部队不断的偷袭，而导致伤亡惨重。就连好不容易攻塌了的西北角城墙，也被朱旭的母亲韩夫人提前修筑的夫人城挡得寸步难行。面对惊人的伤亡，五位将军苟长提出暂缓攻势，建议先将襄阳城彻底打造成一座孤城，然后静静等待城中弹尽粮绝之日的到来。伏丕也知道眼前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采纳。于是秦军的策略在此刻转向了掠夺襄阳周围的居民，并分出步骑兵5万于江陵附近扬威，迫使荆州方面的桓冲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当伏丕准备打持久战的时候，远在长安的苻坚却不高兴了。伏丕挥师17万有余，从春到冬居然一无所成。别说跟摧枯拉朽的灭梁和灭代战争相比，就算是放在苻坚继位后的所有军事行动当中，也都算得上是比较拉胯的。伏丕在前线夸张的伤亡和龟速的进程，使得前秦朝野分外焦灼。御史中丞李柔首先上书弹劾伏丕，尖锐地批评道：长乐宫伏丕拥兵10万，攻为一座江边小城，日费万金，久而无效。臣请将他征回朝廷，下廷尉治罪。苻坚也是恼怒万分，但眼前又不得不出来为儿子打圆场。他解释说道：伏丕广废无成，确实应该贬黜，但现在大军已经开战，不能途中无功而返。这样吧，咱们就暂且记下他的罪状，接待他将功赎罪吧。但这都只是表面文章。在平息朝议之后，苻坚紧接着派人持节钺和尚方宝剑奔赴襄阳监战，并非常严厉地给伏丕宣读了自己的手诏，说如果来年开春还不能攻克襄阳，你就自裁谢罪，不要再回来见我。伏丕是苻坚的大儿子，估计很少见到父亲生这么大的气。他接到诏书之后惊惶万分，再度挥师猛攻襄阳内城。可客观现实哪能轻易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即便是伏丕投入全部的力量，可襄阳城依旧矗立在那儿。苻坚对儿子进展实在是太不满意了，本来就雄心勃勃试图一展身手的他，失去了所有的耐心。379年一开春，眼见伏丕还没有攻下襄阳，苻坚便立即组织军事部门开会，计划将关东6州和凉州的部队悉数调往襄阳战场，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自己亲赴襄阳城，亲自指挥此次作战。苻坚的一席话可谓是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如果大家记性好，就会知道当初王猛灭燕战争，大军已经包围了首都，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苻坚就曾经突然心血来潮，赶赴一线战场，亲自参与到了邺城攻坚战当中。如今苻坚意图亲征襄阳，想来应该是这种热血与狂妄一以贯之的表现罢了。好在眼前还是有人能劝得住苻坚的。苻坚的弟弟阳平公伏荣出言制止，说陛下欲取江南，当然要深思熟虑，但仅为一个小小的襄阳城就出动大驾，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中书令凉州刺史梁奚也表示说，如今晋主虽然反动，但远不如当年的孙皓。陛下就算想要扩清江表，也无非就是调兵遣将、居中指挥罢了，又何必亲自远赴山河呢？当年人家晋武帝灭吴抓孙皓，也没见司马炎亲自驾车之矛以身犯险呢。经过大家苦口婆心的劝说，苻坚算是暂时放弃了御驾亲征的念头。其实苻坚、苻丕等人都不知道的是，在900年之后，蒙古大汗忽必烈为了打下襄阳，竟然前后用了6年之久，最终才一举突破了宋朝的长江防线。这种关键战争的关键转折点，其实耗时多久都不怕。可以说，此时的前秦君臣从上到下多多少少都犯了一些急心病。所幸的是，襄阳城里的军民经过1年的鏖战，已经疲惫至极，亟待休整。而此时的苻丕也玩了一个小花招，他假装后撤，使得朱旭误以为前秦损失过重而不能再战，也就顺势放松了戒备。正当朱旭大意之时，朱旭手下的都护李伯护也早就有了降秦之心，并在这时暗送子嗣到秦军大营，约定为内应。苻丕找准时机，趁着朱旭懈怠和带路党的策应的契机，于建元15年2月突然卷土重来，全力猛攻。而且秦军还极为重视科技的力量，五位将军苟长亲自监制的一批飞云车，这次在总攻中发挥了大用途。秦军借着飞云车顺利的翻越城墙，在内应的配合之下，彻底击破了咸阳城。至此，前秦实现了本次战役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腰斩东晋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开辟顺江而下的上游战场，牵制东晋荆州的兵力部署。当然了，咱们的苻坚同志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度，虽然耗时了1年多，但毕竟是好的结局。所以苻坚在战后依旧像这么多年的惯例一样，大度且仁爱，推心置腹的启用和礼聘了一些襄阳名流。比如苻坚将那位与前秦死斗了1年的朱旭任命为度支尚书，并加以重用。事实上，也正是对朱旭的这个任命，成了引爆淝水之战溃败的一个终极导火索。另外一面，襄阳失守的消息传回建康，满朝文武一片震动。桓冲自知救援不利，恳请朝廷处分。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东晋朝廷终于有了一点正常朝廷的样子。主政的谢安将家族恩怨抛到一边，勉励桓冲继续为国出力，共赴国难，并且破天荒主动向桓冲的上游部队输送物资，补充兵源。而在与桓冲紧密团结的同时，谢安为了从前秦攻势下夺得优势，则开始策划开辟第2战场。谢玄和他的北府兵即将上场了。